1950年代初期，台湾所处的环境十分恶劣，国民政府刚从大陆挫败下来，政局不稳，人心惶惶。从大陆涌入的军队与难民，使人口从650万暴增到800多万人。台湾的自然资源匮乏，经济以糖米农业为主，工业基础相当脆弱，金融体制也不稳固，通货膨胀严重，民生物资缺乏，国际收支巨额逆差，外汇不足，财政长期赤字。以人均 GDP 来看，1950年的台湾人均只有916美元，低于邻居菲律宾的1070美元，还不到美国的1成水准，无疑是一个贫穷的经济体。与当时其他的落后国家相比，台湾发展经济的条件可说是相当不利。不过后来在美国的援助下，透过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与经济建设，在1950年到1990年间，成功从农业转型完成工业化，经济急速成长。尤其是1961年到1971年这12年间，每年的经济成长率平均达 10.2%， 与韩国、新加坡、香港并列为亚洲4小龙，经济空前的繁荣。在70年后的2020年，台湾人均成长了 30.5 倍，达 2.8 万美元，华丽转身为高所得国家。而菲律宾的人均则停留在3571美元。回顾这一段经济狂飙的年代，我们称之为台湾经济奇迹，入列亚洲4小龙。不过，对于如何解释台湾奇迹，今天台湾内部的说法仍是众说纷纭，谣言满天飞，甚至成为了蓝绿对立的一部分。今天我会参考几位学术界大佬的论文，来聊聊台湾经济奇迹到底是谁的功劳。第一种说法是日本殖民影响奠定了台湾现代化的基础，这一种说法很受台湾本土派的欢迎，严格来说也没有错。日本人统治台湾后，丈量土地、清理产权，建立了各种现代化制度与组织，包含政治与法律体系、金融机构、企业组织等，具有相当规模的硬体基础建设，如铁公路与机场，还有大型电力、水利设施、自然资源的规划利用等。在教育卫生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，降低了台湾人的死亡率。日本人50年的统治，让台湾有现代化农业与工业基础。不过，日本时代的工业化程度有限，比如本省男性的就业人口中，在1940年从事制造业的比例只有 7%， 也不许台湾人独资成立现代企业，管理阶级有80%是日本人。另外，日本人保留了台湾本地传统的地主制、农人买办。新兴的资本主义都是从日本移植来的，本土传统的地主经济从未动摇。也就是说，台湾自己缺乏外贸与商业的本土人才，无法说日治时期的台湾就已经资本主义化。因此，日本的殖民统治没办法为台湾自行启动经济发展。不过，比较幸运的是，由于日本是战败国，战后日本的政治与经济势力必须完全撤离，不像其他战胜国的殖民地，在战后必须延续殖民母国的经济主导性。如果当初台湾的制造业还是由日本三井、三菱等财阀所垄断，以他们垄断型的资本规模、技术与管理水准，那么台湾的本土企业将难有出头的机会，也就不会有经济奇迹。此外，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在二战结束后还需要进行独立战争，比如在东南亚，英法和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本夺走了大部分的殖民地，但在日本战败后，竟然又重新回来占领。就算取得了政治独立，既有的殖民经济也继续留存，压缩在地经济力量发展的空间，钱还是给前殖民母国赚走。简单来说，日本的殖民统治给台湾的经济奇迹起了个头，但真正点火的却另有其人。那个人是谁呢？很多人说经济奇迹的关键是美元，这一点也没有说错。在战后初期，美国在政治军事上的介入，使得国民党得以续留台湾，而在经济上的援助，对于台湾战后初期的经济也有极大的帮助。在1951年到1965年间，平均每年约1亿美元的贷款援助，内容从最基本的民生物资面粉到战略物资飞机大炮外，也包含了基础建设，例如道路、桥梁、发电厂以及天然资源的开发等。而且不只是物资援助，也有各种技术合作与人才交流，提供全方面的发展。美元确实稳定了台湾社会经济，也促进了台湾产业转型。不过，光靠美元就足以解释台湾的经济奇迹吗？显然是没有办法的。同时间，美国也在世界各地大撒币，然而各地的成效却有很大差异。如菲律宾也收了不少美元，对经济却没什么帮助，反而加速了独裁者的腐败。即使是同一个国民政府，在1949年之前的大陆时期，也收了一大堆美元，但使用的是极为失败。如果美国大撒币是台湾经济奇迹的主因，那么美国只要复制贴上，
不就可以将全球的落后盟友都推上工业化之路？显然事实没有那么简单。大撒币很重要没有错，但关键人是被撒的那个人。美元可以如此成功，还有一点，当时的美国并不觊觎台湾本地的经济利益，只单纯的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，甚至还提供出口市场，并且容忍国民政府保护国内市场，拒绝外资以及补贴出口等做法，如保护汽车产业玉龙。这与后来美国在其后院拉丁美洲的玩法完全不同。美国很少容许拉美国家拥有管制外资的自主权，比如智利的阿耶德总统企图进行国有化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马上被美国政变推翻。像巴西这一种南美大国，主要的工业也是由外资主导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美利坚叔叔看弯弯很穷，于是借了钱给弯弯买冰淇淋机器，还教弯弯怎么做冰淇淋，最后还跟弯弯买做出来的冰，并且冰淇淋机器的所有权还是弯弯所有。而拉美的智利哥哥也有冰淇淋机，只不过机器是美利坚叔叔的。智利哥哥想把冰淇淋机占为己有，就被美利坚叔叔教训了一顿，并把机器交给了智利弟弟。弟弟有了机器后，也同意机器是美利坚叔叔的，只要求美利坚叔叔要跟他买冰淇淋，美利坚叔叔也答应了。其实，在战后的国民政府大陆时期，美国又曾与老蒋签订通商条约，不过当时的中美发展差距极大，必然会对本土经济造成巨大威胁。这也难怪毛泽东认为这是卖国条约。这条约也显示了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觊觎。但吊诡的是，美国竟然在50年代对包含台湾在内的东亚国家给予自主发展经济的高度包容。这一份包容固然是美国在台湾没有既有的投资利益，不过更有可能是出于政治考量。在冷战的氛围下，美国人认为经济越落后的地方越容易被共产党骗走。最后我们就要来讨论国民党在战后台湾的角色了。目前许多论述中，把国民政府当成殖民台湾的帝国主义者是一个外来政权。不过这应该是高估国民党的实力了。没有美利坚叔叔的保护，国民党必然无法守住台湾，除了台湾也无处可去。国民党本身的现代化水平也非常落后，连当帝国主义者的资格都没有。比较接近现实的看法，国民政府就是一个落后国家的威权政权，是一个败守台湾一省的中央政府，称不上是帝国主义者。另一种说法是，国民党在战后只顾一己之私，进行发展垄断性党国资本主义，独享了经济成长的果实。但这一种说法显然也不是正确的。其实战后的台湾就是一个百废待举的落后经济体。如果国民党这样玩，而台湾的经济还能高速成长，那真的是天生神力了。在当时极为艰困的环境中，国民政府确实有一些相当有利的外在条件，如前面所说的，日本人留下了基础建设与现代化农业，美国的军事与经济援助，以及美国默许的经济自主发展空间。不过这都只是经济发展所需的部分条件，这些条件仍有可能被错误的统治与政策挥霍掉。关键还是主政者的意志与执行能力。国民党确实用了有限的资源，为了求生做了很大的努力。不过为何在大陆时期经济搞得一团糟，人人喊打的国民党，居然可以在台湾成功推动经济改革，创造台湾经济奇迹？被赶出大陆的国民党为何能在此时此刻表现得英明神武？这就必须从一些历史脉络去了解。由于篇幅的限制，我们就留在下次再说好了。近代史又是经济史这种比较敏感的主题，还是要有具有公信力的学者或是媒体背书。这一部影片我参考了屈婉文博士、梁明义、王俊荣教授等人的论文与著作，他们不是中研院的研究员，就是台大的经济系教授。本影片的观点主要是屈婉文博士的看法，有兴趣的可以看屈婉文博士的专书。另外参考了天下杂志制作的《进步的轨迹》，这一个网站把台湾过去40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做了非常精彩的介绍，把每一年所发生的大事情记录得清清楚楚，配合照片、影片或是名人的访谈，把故事讲得非常生动。天下杂志是台湾最具公信力的媒体之一，我觉得天下做这个网站真的是有尽到台湾媒体的社会责任，用自己的资源记录过去台湾的点点滴滴。各位可以选择看你出生的那一年，看看台湾发生了哪些大事。我猜很多观众是1987年出生的，因此我们来看看1987年发生了哪些大事。这一年是台湾黎明到来的那一年，是台湾关键的转折。有人以蒋经国变法来形容这一段历史。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，蒋经国力排万难，做出了许多划时代勇敢的决定，像是解除戒严、开放党禁报禁、大陆探亲、外汇开放等，将台湾带入了一个新纪元。解除了政治与经济上的禁令后，
台湾也进入了狂飙年代，进入了另一个崭新的纪元。台湾出现了许多新的世界第一，更多的故事可以上天下杂志进步的轨迹，而且现在可以免费领取阅读天下账号哦，链接就放在留言区，赶快来看看吧。